周家的护卫是云城百里挑一的高手，小心！我家家主声震云城，家主出访，城主要降阶相迎。你该在家主大病之期闯过州府大门，犯我家主威严。小子，你这条命今天要留在这儿了。聒噪！有人闯府！有人闯府！哪儿来的不长眼的家伙？趁我家主生命垂危之际，竟敢闯我周家府门！我看你是不想让我家主走得安宁啊！我来周家并非闹事，只是来看我的仆人最后一眼。他侍奉我一生，临终之际，我圆他临终之梦，以全主仆之礼。你的仆人？你是谁？我们周家怎么会有你的仆人？他叫周九幽。爷爷，你竟敢说我爷爷是你的仆人？我爷爷乃万金之躯，整个云城无人不以他为尊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对他不敬？周九幽教子无方啊，我才教他3分礼数，可到你们这儿，竟连半分都没了。你还敢辱我爷爷清明，简直是找死！好强的内息，云城之中能挡我周清明一掌之人屈指可数。他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樊丽，徒劳，退。我进这道门，你们拦不住。闯府门辱家主，现在还敢打伤我的女儿？不论你是谁，今天你算是和我周家结下了不死不休的梁子。你说拦不住你，我周启道想要试试。外姐姐说，周启道修的是邪武，以阴毒出名，小心呐！我说过，看着就好，无需开口。哼，还敢装腔作势，我看你还能装到几时？住手！爹，这小子说你是他的仆人，辱你一世威名啊！您回去歇着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将这小子碎金断骨，让他死无全尸，护散周家威名。女子跪下。爹，儿子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将这小小放进咱们州府，让他脏了咱们州府的地。爹，您消消气，儿子这就将他赶出去，再来给您请罪。
逆子，家门不幸，就是子孙有眼无珠。周家积攒了100年的福运，被你一夜给败光了。我要你跪他，不是跪我。跪他！九幽，别来无恙。既见本座，都忘了跪拜了。家奴周九幽，拜见长生殿主。长生殿主，长生殿主，他就是爷爷毕生侍奉，唯一能为爷爷送葬的长生殿主。拜见长生殿主！你们都给我跪下，拜见长生殿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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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倒是有了一番礼数。九幽，我本该在3个月前就来此为你送葬，不过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晚来3月？为何要让你多受这3月的病痛煎熬之苦吗？一定是老婆犯下了什么过错，还请主人责罚。免了，你是有错，但念在错在周家子孙，而不在你，才让你受3个月的临终之苦，而非3年。其一是抵你教子无方之过，其二是抵你监督不严之过，其三抵你害人性命之过。什么？害人性命？逆子！我卧病在床这段时间，你们背着我到底干了什么？是我郑家矿脉地处我周家龙行之地，郑万川把持矿脉，我便以邪武暗咒，折损了他的阳寿福德。郑万川死于非命，郑家凶兆盖顶，在整个云城无人敢造。爷爷死于非命，查不到死因，原来是被周齐道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害死的。周家向来以善为本，你立刻去给郑家道歉，归还矿脉，百倍赔偿，跪求原谅，再找全城最好的送葬师给郑老送葬。我全听爹的，明日我就去给郑家赔罪。老奴管教不严，我周家犯上了人孽大罪，无力回天，还请主人责罚。你阳寿无多，气数将尽，本该在将你葬后送入轮回，做一名阴司阎罗。现在把你死后入悬阴司，做判官底下一名小吏，日夜劳作不停，以偿人间之过。老奴叩谢圣主隆恩。周九幽，你我主仆一场，你可有临终之愿要我帮你了却呀？老奴能在生前见你一面，死而无憾，只是还有一事我放不下。我走之后，我周家再无人侍奉您左右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说，想请主人收下我的孙女周清明为奴，侍奉主人。什么？为奴？爷爷，我是周家大小姐，从小就是人上人，您要我赐降身份为奴，我做不到。放肆！侍奉主人是你毕生的荣幸，也是我周家的福气，我不准你说一个不字。跪下！骄横跋扈，心术不正，免跪不收。老奴管教无方，
按下人命大罪，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我死之后，还请将我葬在荒野赎罪，但是千万别迁怒到我孙女周清明的身上，还请收她为奴，也许我周家福泽。你在教我做事，老奴不敢。老奴所剩事不多，一时心急，冒犯主人，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罢了，念在你毕生忠心耿耿，你这临终之愿，可偿。待你死后，便由你这孙女代为侍奉吧。清灵，不快跪下谢过主人，侍奉主人是你毕生的荣幸。我要你发誓，此生只侍奉主人，绝无二心，否则天地不容。快点！周氏清宁发誓，此生侍奉主人，绝不违背。如有二心，天地不容。寿时已尽，得偿所愿。周九幽，你可瞑目。主人，保重，老奴走了。爷爷，他已瞑目，入棺待葬了。周九幽生前玉气凝结，死后尸气聚于五脏六腑，体内阴阳逆乱，煞气内固，阴窍未开。若非及时即日，不宜下葬，否则毕生不祥。什么时候是吉时吉日？九为吉，九为尊，停灵99日，方是吉时吉日。那日我自会来为你爷爷下葬的。管家，老爷子不会放箭。今夜3更，将此铜钱放入你爷爷的口中。下葬之时，官出灵堂，须铺3丈红毯，方可通天路。入土之时，棺椁离地3尺3寸3分，棺椁4角再点上4盏煤油灯，静等3刻。灯燃则可葬，灯灭则如何？灯灭则有血光之祸，非本座不可评定。走吧，你爷爷天难葬，地难收，无人敢葬。清明多时，该入土了。站住！天难葬，地难收，你是郑忘川的孙女。没错，郑家长女郑秀宁。我爷爷吊着一口气3个月没死，你们一来他就断了气。你不是长生殿主，你是郑秀宁找来为郑忘川报仇的骗子，是你骗我爷爷泄了最后一口气，害他枉死的。本性饥饿，九幽竟还为你们铺路祈福，真是徒劳啊！周家亦将福尽气竭。你虽然是个骗子，但老爷子指明要让你为他送葬，你便该留下。葬仪未完之前，你不得踏出我周家半步。不错，郑家给你多少金银，我周家出10倍。只要你完成我爷爷的遗愿，让他安心入土，今日你欺骗我们之事，我便既往不咎。周清宁，你可否记得，我如今已经是你的主人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主人说话的。我乃堂堂周家大小姐，金枝玉叶，怎么可能给你一个江湖骗子为奴？我只问你一句，我周家开出的条件，你到底愿不愿意？好啊，能做本座的奴仆，乃是你爷爷为你修来天大的机缘，是你周家几世的福泽。这机缘我不要，
这福泽我们周家不稀罕。我只问你，我们周家开出的条件，你到底愿不愿意？你要答案。好，将你玉环给我，做我10年奴仆，我与你爷爷下葬，并与你正式100年红尘之约。我让郑秀宁拜见主人。哼，还在装。既然你们喜欢演长生殿主，那我今日就亲自将你撕碎，将你送入长生殿。目中无主，放肆！今日之阴，他日之广。你周家自此3年，气运衰败如山河颠覆，人丁凋零如离枝秋叶。你周家将再不会出现在这个世上。你敢诅咒我周家败落，人丁凋零，找死！你觉得我爷爷的葬仪非你不可吗？我们让你给我爷爷下葬，那是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。你要是敢拒了我们周家，去郑家，我们会让郑瓮川死无葬身之地。即便是入了土，也顶多会落个暴尸的下场。你们周家欺人太甚！罢了，火葬之人，谁也动不得。3日之后，天气星暗，昼晦如暮，正是幽冥开路，魂归虚壤之时。那时，你周家若是想来陪葬，自便即是。那真有我周家一人陪葬，那你送葬的就是整个郑家，包括他。本座之仆，自有本座庇护。至于周家，周九幽福薄，后辈无德。周家，我不会再踏足了。周九幽下葬之事，我也不会再管了。你们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定会大祸临头，无人可救。冲枪做事，他不葬老爷子，我便在云城找最顶尖的2位送葬师来送葬。在云城敢惹怒我周家的人，他休想再有片刻安宁。一个小小的送葬师也敢得罪我们周家，还要去葬郑瓮川，咱们就让他造不了。我今日便会派人将郑家团团围起来，没有我周家的允许，他郑望川的尸体便出不了门。我要他3日之后跪在爷爷的面前，求着要给爷爷送葬。我已经抢了2位帝师前往郑家，就算那小子有些手段，他也不是2位帝师的对手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要让他跪着来给您送葬。我这指甲怎么这么痒啊？我的牙怎么也这么痒啊？千百万年，本座葬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，人世轮回，千古往复，如今又要开葬了。这些人都是长生殿外3更雨，忘川倒映轮回门。这长生殿所葬，皆是如你爷爷一般，生前忠心侍奉，死后英灵不灭，入我轮回殿，得享尊位。忘川之灵将永世护佑你郑家，气运绵长，福泽万代。谢过主人。你爷爷八字属阴，
命压七煞，又是横死，家宅凶兆盖顶。要破凶运，安稳入葬，需在亥日午时，阳气最盛之时，白马裹尸，朱熹土棺下葬。3日之后，我自会到你郑家，为你爷爷主持葬礼。你且回吧。听说长生店主出关，今日要去郑家送葬，你赶紧去备车，我这就去郑家。爹，明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此等小事就让我去办办。混账！长生店主亲临，乃是我沈家莫大的福报啊！我必亲自恭迎，不就是几步路吗？死不了。再过1月，你便满100岁了。本座今日替你走这几步，也算是赐你一个100岁圆满。长生店主驾临，老仆未能远迎，老仆该死啊！今日本座要你速来，今晚你确实就要死。老仆不知犯了什么该死之罪，还请店主明示。起来吧。谢谢主。你早已离开长生殿，与我之间已无主仆之名，只剩故旧情分。我又有何名目能定你的罪？一日为仆，一生为仆。我沈林渊这辈子都是店主的仆人，难得忠心如旧。本座今日此番奔波，也不算是徒劳了。沈林渊，你曾随本座修习占卜之术，也曾算尽天下人心。不过，为何你今日算不出，今晚你将有一场死劫？死劫？什么死劫？我爹身体硬朗，医生说我爹还能再活10年。10年？那要看他能否度过今晚的劫难。沈林渊，你可知当年曾与你一同侍奉本座，后又一起离开长生殿的同僚周九幽已经死了？我知道。那你又可知道周家后人无德，未用铜钱压舍，断周九幽之生气，导致周九幽如今已尸身异变，化成江。什么？成江？其子周其道已死于他手，我观天象，你神府今晚有亡人入府，兴血光之灾，看来是周九幽要过来找你了。周九幽之死又不是我沈家害的，他来找我爹做什么？生有所愿，事有所念，凡事之果必有其因。周九幽为何会来你沈家，你不知道，你爹肯定知道。周氏老身，我糊涂啊！周九幽的儿子周其道一再的欺压我沈家，为免我沈家遭其毒手，我请来了邪修暗中施咒。不成想周九幽察觉，为他儿子挡下了邪咒，才落得下了无知身亡的地步。说到底，周九幽就是我害死的呀！这便是种下恶因，必得恶果。店主啊，老仆知错了，求店主救我性命啊！亡者害人，有违天道，你此前的罪过，便由你沈家以往的福报来偿还。而你今晚若想安然无恙的度过，那便按我说的。酉时日落，出神府大门，朝西南方丈量8步，立3尺之杆，系一统领，再丈量8步，
放一活鸡。凭一个铜铃，一只活鸡，便能解了我沈家今夜的结？这只是第一步。虚实风起，掩盖脚步。周九幽若是要来，必定是在此时。铜铃响，鸡不安。周九幽若是被铃响、鸡叫所吸引，远离沈府大门，不入府院之中，那沈府今日的危机便可解除了。店主啊，若他执念太深，铃响鸡叫都未能将他引走，他又进了沈府，怎么办呢？那入夜之后，紧锁门窗，不得随意走动。若是有人敲门，不得理会，而敲门3声，则是周九幽要过来了。3声？为什么是3声？1声响为风吹杂物碰门而过，2声响为府中之人夜半敲门，连敲2声没有回应，则以为人不在屋中，或是人已睡着，不再打扰，不会再敲第3下，而连敲3声，必非生人。记下了，老朽我都记下了。若是连敲3声门，我都不予理会，那这劫是否就已经过了？连敲3声，若周九幽已到，他可能会走，也可能不会走。不走，那该如何？走则罢了，若是不走，必是已经察觉屋内有生人气息，此时他便会撞门而入。撞门而入！哎呀，老朽我已无复击之力，只能任其宰割了。任他宰割？我既是来救你的，又岂能眼看着你任他宰割？家父命悬一线，求长生店主告知该如何救我父亲性命。如若周九幽当真破门而入，你要救你父亲，那便要准备3样东西。3样东西是哪3样东西？你需准备3尺高的香案，放于屋子的东南角，另还需备檀木香3炷，倒插于香炉之中。3炷香倒插？为什么要倒插？3炷香正插，那是祭拜死人用的。你父亲尚在人世，若不将其倒插的话，把活人当死人祭拜，他的阳寿会被你折尽的。记下了。那这第3样是什么东西？这第3样东西是准备一张你父亲的遗像，放于香案之上，香炉之前，做假死之相。店主啊，周九幽是冲着我来的，那这3样东西都准备齐全了之后，我还需要做什么呀？其一，屋里不可有任何带水之物，水属阴，最引湿气。其二，在这周九幽破门之时，你需藏匿到香案之下。周九幽看见遗像，若是当你已死，便会离去；若是不信，便会满屋翻找。而此时香案之下，便是你的唯一生门。切记，不可喘息，不可应声，躲过3刻，方能活命。今夜府上凶险，店主叮嘱，只怕有所疏漏，小人斗胆，恳请店主留在府中护我父亲周全。并非是我不愿留下，而是今晚这周家将有2人成将。2个？别忘了，周其道可是死于周九幽之手，其尸毒遍体，今晚月圆之时也将成将。我若不去，这周家上下100余人口无一幸免。哎呀，店主啊，
只怕他周九幽找不到我留在府上，还望店主您解了周家危机，再回我沈府啊！明日卯时，日出东方，雄鸡啼鸣。彼时周九幽必将离去，寻找阴湿之地躲藏。明日一早，待我处理完周奇道的尸体，便会前来。记住，今晚一定不能出任何的纰漏，否则天人难救。恭送店主。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爹，府里上下全都按照长生店主的吩咐布置好了。好，你先回去吧。记住，关好门窗，无论听到外面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只要是天不亮鸡不叫，你千万不要出去啊！啊，爹，留您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呐。要不还是让我留下来陪您吧，这样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我还能保护你。你糊涂啊！周九幽划江之后力大无穷，你打得过他吗？啊！况且这香案下面只能躲藏一人，你说咱爷俩都在这儿，谁藏到这下面呢？啊！坏了，来了！爹，浑身青紫，像是被毒死的。可是脖子这里又有2个血洞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咬死的。爹死得这么惨，到底是谁对爹下这样的毒手？就是你！告诉周青宁，我知道周奇道是谁害的。你知道是谁害死我爹？两眼发黑，嘴唇发紫，血气凝滞不透。虽已身中剧毒，却不是因毒而死。咬痕虽深，却不致命，也不是被咬死的。不是被毒死的，也不是被咬死的。我爹身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伤口，难道他还有第3种死法吗？当然。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我并非亵渎王场，只是为了让你们看清楚，周奇道是被人吸干气血而死。真的没有血了？是谁这么残忍，竟然把爹的血都吸干了？放眼整个周府上下，能吸人气血者只有一人，周九幽。爷爷，
不可能，爷爷已经死了3天，现在还在灵堂躺着，死人怎么可能会杀人？无知！若是3日之前以铜钱压其口，又何来今日之祸？你等迟疑，致使其郁气化毒。周九游3日不葬，已成大将，白日尚可栖身灵堂，待到夜幕降临，必寻弃隙而出，为祸人间。爷爷已经化焦，尸身化焦，从来都是传言。不搞了，老家主的尸首不见了，守灵的那个下人也死了，死状和老爷一模一样。什么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，爷爷已经化焦，外出害人？可爷爷会去哪里呢？周九游，此刻应该已经在神府了。立刻发动府上所有人，就算翻遍整个云城，也要找到爷爷。是。周九幽要去，但眼下当务之急是烧了周其道的尸体。你说什么？要烧了我爹？周其道身中尸毒，一路高皇，须以杨木取7纵8横之法，落木3层，横木长8尺，树木高7寸，8成法架，焚毁以烧之。今晚乃是最后期限，误了时辰，今晚周府将会变成人间炼狱。不行啊，我爹生前最怕的就是火，绝对不能用火烧。不烧？那周其道化浆之时，便是你周府灭门之刻。爷爷生前说过，我周家人命属阴，与火相克，一旦腐葬，必损周家福泽。你周家的福泽，自周九游身死，你们背信弃义之时，便已荡然无存。什么？背信弃义？我知道了，化浆只是你为了断我周家福泽找的借口。就因为那日我不肯拜你为主，还让你给我爷爷跪行送葬，你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我周家。还有郑家，他们对爹恨之入骨，而你早就和郑秀宁相识，肯定是你们合谋起来偷走了爷爷的尸体，害死了爹。心魔障目，眼看这世人皆是我，看来你们终究是不肯信我，不肯烧了周其道。周家之人只能土葬，绝对不能用火烧。哪怕是赔上周府上下所有人的性命，你也坚决不烧吗？烧了我爹的尸身，才是损我周家福泽。听了你的话，才会葬送我周家。愚不可及，命该如此，真是无药可救，无人能救。无药可救之人是你。我既然那日说过要你给我爷爷跪行送葬，今日既进了我周家，你就绝不可能再出去。我今天既然来了，便没想过要走，至少今晚不会走。算你有自知之明，我会找到我爷爷，也会查清郑家跟我爹之死之间的关联。而在这之前，你绝对踏不出我周家半步。随你。那就给他准备一处房间，封锁门窗，严加看管。在没有找到爷爷之前，绝不能让他踏出房门半步。我既承诺不走，必会遵守。最后再赠你一言，若想安全度过今晚的危机，需要稳住周其道的双手双脚，否则大祸临头，神仙难救。爹死得这么惨，他还要绑缚爹的手脚来羞辱爹。等他葬了爷爷，完成了爷爷的遗愿，我一定要将他五花大绑埋了，给爷爷陪葬。爹，等我葬了爷爷，一定会请送葬师给你风风光光的大葬，
让你走得体体面面。周家有我和小陈打理，你就放心走吧。走。周青明终究还是没有按我说的做。尸身化浆，比本座预想的要早了半个时辰。若让你成浆，必是烈浆。周氏无德，自作自受，留你全尸最后一晚。待明日我寻得周九幽，将你们一并葬之。不过今晚休要有害人之想。去吧。赤藻断溪，毕业绝光，无感尽丧，动弹不得。今晚周府安宁。爹，你死得好冤啊！不过你放心，姐姐已经去找凶手了。儿子今晚在这儿给你守灵，陪着你。爹，你是不是也想喝凉糕啊？来，儿子喂你。谁这么缺德，把水也都放这儿来了？怎么还有枣啊？还挺甜。什么动静？怎么这么重的喘息声啊？喝多了，话听了，血都凉透，怎么可能还会有喘气的声音？这不是爹的祖母录番的吗？怎么知道？出事。姐火了，不是化浆。你怎么喝这么多酒？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还喝酒？说的全是醉话，你喝多了吧你？不是，我亲眼看见爹的手就搭在我的肩膀上，他的眼睛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。爹已经去世了，你现在还说这种胡话，你是要让爹走得不安生吗？姐，不能开门！你现在把门打开，把爹放出来，咱们周家的人就全完了。你宁愿相信那个骗子的话。好，如果爹真的化浆了，那我就第一个死在他手里。
我爹他真的化浆了。智者千丝百虑，倒不如你们蠢人灵机一动啊！你们屡次坏我道法，再不伤我这周期道，纵然是我想救你们，也救不了。姐，这个骗子还是有点本事的。我们就算不听他的话，也要为自己的性命着想，要不就烧了吧。不行，就算爹已化浆，也不能用火烧。明日我会请云城最顶尖的送葬师来给爹送葬，化浆之日就用化浆的方式来土葬。化浆土葬，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。周清明，你的固执迟早会害死所有人。周家的事我说了算，你不是说化浆之人不能土葬吗？好，明日你就陪我前去土看，我让你看看土葬到底葬不葬得。千百万年来，本座葬过人、神、灵无数，却唯独没有葬过教。本座都葬不到，谁也葬不到。姐，怎么办？这样，你派人用铁索把爹捆起来，放进木棺，明日天一亮就下葬。你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被咬了吧？听说被化浆的人咬了，尸毒会扩散到全身，也会化浆的。没有，我跑得快，爹没咬到啊。姐，你先去找爷爷吧，这就交给我。好。今日周氏家主周启道驾鹤归西，恰逢三煞汇聚，煞气冲天，凡生肖属羊、属蛇者必。周氏家主周启道阴魂未远，今日入土，然阳煞未散，正待扑人。凡家中有残、缺、失、煞、元气不顾者，必。你为何不必？难道蛇、鼠、羊三个属性，你一个不沾？还是家中吃傻残缺之人，一个都没有？我生于混沌初始，无属无姓，更无家人，此等规则与我何干？我何须要避？入土为安，阴阳有序，无属无性者，天地艺术，气气紊乱，阴阳失衡，易毙。无属无性者，易毙。我爹的葬礼，你听着就好。此地山如无首，恶行毕露，水如泣血，缠绕不休，而草木更是尽显诡谲之态。阴阳早已颠倒，气机已然崩盘。凡在此间中人，根本避无可避。什么？此地不祥？胡说八道！此地山形如伏虎安居，乃是守静之势；水如玉带缠腰，是聚气之象。草木朝向各异，此乃是万灵归巢。这块地是难得的吉穴，最宜下葬，福泽后人。罢了，良言难劝，一意孤行，是凶是吉，一葬定之。周家主驾鹤归西，吉时已到。各位官将，心神合一，切莫惊扰了英灵法驾。抬棺起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爹和棺木加起来才开案200-300斤，4个抬棺匠怎么会抬不起来呢？此地
山兄、水兄、关义兄，莫说是4人将抬不动，即便是8人将、16人将，依旧抬不动。哼，不可能！我帝师藏人，没有1000也有800，岂会抬不起人一口小小的棺材？抬棺再起！大师，这棺材像是被灌了几千斤的铁水一样，别说是人，就算来了几头牛，也不一定抬得动啊！此棺椁内是姜，而非湿。湿无气，而姜有气，气如铁水泻地，使得棺椁沉重如山，落地生根。此乃凶棺，强行抬起，只会棺毁人亡。棺毁人亡？莫大师，你可是云城最顶尖的送葬师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哼，凶棺自有凶棺的葬法，既然凶，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，将凶化吉，取3尺红绫系在棺头，红绫有大吉之象，以吉化凶。我就不信这棺材我抬不起来。寻常红色为吉，但此棺被煞气浸染，再系红绫便是血煞之色，凶上加凶，此棺可有危险。抬棺起！等一下，血！煞气满血，大凶！退后！此棺不可再抬，再抬，所有人都将葬身于此。不抬棺，我爹怎么办？莫大师，我们周家可是给了你重金，你必须要想办法。看来不使出我的看家本领是不行了，把抬棺告换成我的雷击木。雷击木没问题，应该是绝对没问题。此雷击木受100年天雷淬炼，至阳至刚，专克阴邪。就算棺里的姜再厉害，也能镇得住。雷击木也不行，此地名为散雷穴，而葬棺之地正是散雷阵眼，专散雷击木至阳之气。这棺中煞气会借势反扑，更烈3分。届时，寻常人家的尸身都会化浆，而周琦道葬于此，必成靶也。哼，不可能！这世上的棺就没有我雷击木抬不起来的。抬棺起！哎呀，大小姐，这雷击木都断了，我已经使尽了浑身的解数，要不这棺今天别葬了。不行，我爹今日一定要入土为安。纵然是冒着周琦道化拔的风险，冒着在场所有人都付出生命的风险，你也要葬吗？葬，今日必须得葬。也罢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可出一策，令这些官将抬得此棺。我用尽了毕生的本事，也没能让棺椁离地1寸。你说你有本事抬动此棺？你用的是力，而我用的是法，只是镇压这关内凶煞之气，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，紫气东来不可？紫气东来能镇压凶煞？哼，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呢？道法万千如沧海，海纳百川，
人不过沧海一粟罢了，又岂能窥尽天光，窥尽海阔？既然你知道能把我爹安然下葬的办法，就赶快说出来，到底什么是紫气东来？紫气东来，自然就是紫气东来。日出东方，煌煌大光，生养万物，一荡不平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关头向东，只是为了迎接紫气做的准备。至于紫气，吉屋，本座借你一缕东来紫气，给或不给？若要抬棺，也是现在。好，那就试一试他的法子到底灵不灵。抬棺，起！抬起来了，这个抬起来了，抬起来了。莫大师，快，及时应过，速速动身，快些让我爹入土为安。慢！我只说此棺能抬得起，但他可下不了葬。此棺只能抬起，不可下葬，葬必生大祸。哼，不可能！凡是下葬，只要棺椁抬得起，就一定葬得下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不就是为了让我爹入土为安吗？别听他的，葬！葬！出了事，我周家负责。人命之责，你周家承担不起。紫气东来是能镇压这里面的凶煞邪祟，不过也能激怒这关中之物。镇压只能带来片刻的安静，而安静之后，便是狂暴四起，破关而出。破关？不可能！我在封关之前，早已在关中按五行之位布下了铜钱、桃木、凶鸡血、火符，还有五色土、金木水火土五行阵法，镇压凶煞。这关中的江早已无法动弹，破关根本不可能。五行之位只对于人，而周齐道已化江，肉身已死，阴阳逆乱。五行之位已自行颠倒，以此举非但镇压不住他，反而还会让他逆势助其修为，你可闯了大祸了。阴阳逆转，五行颠倒。队长，快出来啊！莫大师，你快想办法封住棺材，别让里面的东西出来。出关之江，封不住了。莫大师，你快想办法，棺材快封不住了。为了葬你家老爷子，我已经用上了毕生所学呀，连雷击木都毁了，也没能镇得住他。现在我已经无计可施了。我不管，你收了我们周家的钱，必须要把葬仪办完。葬仪办砸了，你就要想办法。为今之计，只剩下一个法子了，葬不得，便焚之。没错，周老爷只要破关而出，这整个云城的人都要遭殃了。
现在你们非要我把葬仪继续下去的话，就只能先杀了周老爷，再下葬了。杀，用你的办法杀，我们绝不拦你。动手吧。周老爷，对不住了！总算制住了。周奇道由师化将，又得五行逆乱术士，如今早已成了气候，岂是一把剑可以制服的？哼，成气候又怎么样？我的法剑也不是吃素的。我的法剑怎么拔不出来呢？此剑已被煞气所纠缠，灵气已朽，就算拔出来，也只是一柄废剑了。我祖传的送葬法宝就剩这一件了，今日拔不出来也要拔，拔得出来也要拔。断了，连法剑都断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还有什么法器能封关？这可是我莫氏一族传了8代的法剑呢，我的另一半呢？另一半呢？他还活着，折了法剑，连他一点皮毛都没有伤到啊！周奇道已经是一个铜皮铁骨的大将了，寻常法器根本奈何他不得，唯有用火烧，才能灰飞烟灭。烧吧。这，就算要烧了他，那也得先把我的半截法剑拿出来再烧啊！孽障！孽障！把我的法剑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吐！父亲，对不起，要您死后还不得安宁，可女儿不得不这么做。再不烧了他，折损的可就不只是你的剑了，还有你的命。莫大师，别再想着你的法剑了，大不了我周家再寻几件法器陪你便是，快烧了吧！我火烧父亲尸身，已是违背祖训，我不忍再看父亲尸身受如此折磨，还是赶紧起火烧了吧。罢了，法剑一毁，拿出来也是一把废剑，就先烧了这孽障，然后再查祖宗千岁吧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心火为引，诛邪燎原。总算是把爹的尸身给烧了，他不会再出来咬人了。他的煞气已凝成实质，自成屏障，凡火根本不能伤他分毫，反而会被他的煞气所吞噬。此火无用。这受不得，也葬不得，他就要出来了，再不跑，可真要没命了。既然这人间之火烧你不得，那我便借个天火，炼了你这铜皮铁骨。大小姐，二少爷，快跑！依我看，周老爷已经化成飞将，要是他出了关，想跑就跑不了了。快！
在干什么？他为什么不跑？他不怕死吗？亡者该归幽冥，人间已非你久留之地，速通轮回，勿扰人间秩序。冥顽不灵。我没有看错吧？啊，他就用了一只手就把这只大江的脖子直接拧断了。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呀？他到底是谁？连顶级帝师都做不到的事，他轻轻松松就做到了。他灭的是江，为什么我看了也会浑身不自在啊？死了！还没有死！朱老爷的花江之身还没有死！既然幽冥之路你不走，那就灰飞烟灭，永不轮回吧。老君，本座借你一缕三昧真火，还不速速送来！真火将，始在今日！落！真火不分，无上真神，我信了，您就是长生殿主。送葬人莫齿，拜见长生殿主。长生殿主，竟然真的是长生殿主。仆人周清宁，拜见长生殿主。拜见长生殿主。仆人，若本座没有记错，周九幽身死之日，你便已背弃誓言，永不为仆。是清宁有眼不识殿主真容，冒犯殿主，求殿主恕罪。天下之人不识得本座真容者十之八九，又岂能全都治罪？你我本无瓜葛，何谈恕罪之说？殿主还是跪罪于清宁，只要殿主肯收清宁为仆，无论是何种惩罚，清宁都愿意承受。求殿主看在我爷爷一生侍奉的情况下，再给我们周家一个机会。若无殿主庇护，我周家后世将再无福泽天安。周九幽化江，不知所踪。周齐到身死，灰飞烟灭。难道你们还察觉不到，这就是对你们周家的惩罚吗？周家福泽早就被你们消耗殆尽了，此后100年，只剩下无尽的劫难了。都是清宁一人之错，不是周家之错，还求殿主救我周氏一族。回也，晚也。我现在能帮到你们周家的，能帮到整个云城百姓的，只有眼下一件事，那便是抓到周九幽，了断这祸乱之源。长生殿主大恩，清宁感激不尽，谢字就免了。100万年来，这个字我早就听腻了。你若真有悔改之意，不妨可以听我一句忠告。所谓福泽，从来都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修来的。往后余生，日行一善，周家福泽总会有的。日行一善，感谢殿主点化，清宁知道怎么做了。你脸色很不好。没有吧？可能我是被吓的，缓一缓就好了。周家2人画江，不过是掀盖周家祸事的第一页。
尔等好自为之。刚刚长生店主已经为我们指明了道路，以后周家只能做善事。小陈，走吧。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把爹的骨灰收拾好了之后，我就回去。也好。二少爷，到此。莫大师，我想问一下，要是正常人被画江之人咬了，中了尸毒，要怎么样能化解呢？如果中毒不深，用糯米清创，蛇毒泡澡或许能解。如果中毒深了，3日内必化江，谁都救不了。哎，二少爷，谁中尸毒了？没有，我就是问问。我猜。爹，你怎么就死了？沈林渊，你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自己。店主大人，我和爹全都按照您吩咐的做了，为什么家父还是会遭了周九渊的毒手呀？水气，我曾告诫过你，周九幽进来之时，这房间之内不得有任何带水之物。为何我此刻还能察觉到一丝水气？还有水气？不可能！这房中所有沾水的东西我都搬走了，就连家父最喜欢的花儿绿植，我都让人搬得远远的。原来如此，沈林渊在长生殿侍候半生，竟不知道这画中山水也是水。什么？你是说这幅画害死了我爹？爹，都怪我太大意了，没有让人取走你房中的这幅水墨画，才害得您惨死呀！罢了，人死灯灭，后悔也无用。念在沈林渊随我大半生的份上，我今日便亲自为他送葬，送他入轮回，踏往生。沈燕大夫，叩谢长生殿主。长生7年，云城遭遇百年未见之大旱，恶殍遍野。沈林渊散尽家财，救人数千，此为大善，积德。长生12年，沈林渊为情结仇，血洗仇家，枉杀仆人3人，此为恶行，损德。长生33年，妖袭长生殿，沈林渊守殿3月，重伤不退，此为功业，积德。终其一生，功大于过，善果绵长，依天律，受阴司判官一职，掌阴司执法，护人事祥和。凡入长生殿者，皆赐长生玉环1枚，以彰身份。如今沈林渊已逝，这枚玉环就交由你吧。殿主大人，您这是要收我入长生殿为仆吗？沈林渊一生忠勇，身已虽死，不过这沈家的福泽可不能断，就由你接替他入长生殿吧。沈燕，跪谢殿主天恩大德。
沈林渊不可枉死，周九幽祸乱云城。今夜就在此地，此人不可不除。我需要你帮我引他出来。店主大人，我能帮您做什么？入夜之后，你就穿着沈林渊生前的衣服，围着神府走，左绕3圈，右绕3圈。跃上3竿，听到狗叫，就是周九幽闻着沈林渊的气味找过来了。周九幽到了，属下继续召集人手，将周九幽的后路堵住。不必，本座行事何须如此大费周章？你现在回房换上自己的衣服，闭门不出，待明日日升鸡鸣时再开。到时神府已经是一片祥和了。是。长生9年，周九幽出入长生殿，于洪灾之中救下孩童17人，积德行善，受乡民立碑感念。长生16年，云城大疫，周九幽广施药食，解救患者无数，积德深厚。生死簿上添300善行。长生23年，北地龙脉泄气，连年干旱，你自行损德折寿，向天求雨，行大善。可偏偏就在昨夜，你害死了沈林渊。这虽不是你本意，但却是你所为，德行受损，避无可避。你虽已忘记这世间万物，但唯独不敢忘记对本座的敬畏。罢了，你虽有过，但功大于过。本座遵守诺言，将你葬入幽都，封阴司小吏，你可还满意？既知本座之意，本座也随你心。自此，轮回殿中当有你周九幽一席灵位，随长生殿永垂千古。周九幽已葬幽都，这枚玉环就留下来送给周青宁当念想吧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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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少爷，已经1天没出门了，厨房已经做好了饭，该吃饭了。不饿，我不饿。今天1天我都不想吃东西，别来喊我。二少爷，你都1天没出门了，你还要在屋里憋1天吗？你是不是病了呀？我说了，今天1天我都不想吃东西，别来烦我，你听不见吗？耳朵聋了吗？滚！滚！
二少爷，那你歇着吧，有什么吩咐喊一声，我不走远，听得见。周叔，小陈他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出来吗？可不嘛，自从给老爷收拾完骨灰回来之后，他就像中了邪一样，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宿没出来，谁都不见，谁都不让进。不知道是因为老爷话将吓到了，还是病了。一天一宿没出来，饭也一天没吃，水也一天没喝。倒是昨天晚上，他让人往我屋里送了2碗生糯米，生的他总不会吃了吧？生糯米？他还要什么东西了？他还要伙计买几条毒蛇泡洗澡水，半夜不开灯，让伙计到浴缸放进屋里就走。泡完澡又叫伙计把鱼缸抬走，屋里黑乎乎的，谁都没有看见二少爷。浴缸？浴缸在哪？水到了没有？我去看看。已经到了，不过那水我倒是看着了，里边透着黑，围着还有一股尸臭味儿。什么？尸臭味？全部解掉，全部解掉就看不到了。行了，你先走吧。周晨，你把自己锁在屋里一天一夜不出来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姐，我没事，我就是不舒服。你别管我，我睡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还要睡？爷爷死了，爸爸也死了，家里主事的就剩你一个男人，家里家外多少事等着你撑门面，你快给我出来！姐，咱们周家都是你说了算，我撑不起咱们周家的脸面，我就是个废物，你别管我了。你要不是姓周，你这死这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出不出来？出去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半个小时之内肯定出去。还要半个小时？周晨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出来。既然你不想出来，你就把门撞开，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。他的房间你最好别进。店主说小陈的房间我不能进，店主为什么这么说？生人之气透着肌理余温，空气之中带着皮肤还有呼吸交织的温热。可他的房间，你感受到的气息是什么？好冰，好冷，这冰冷的感觉，就像触碰到一具已经死了很久的尸体。不错，是死人的气息。里面的这个人，只不过是一具会说话的死尸罢了。不可能，小陈身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前一天我们从陵园回来的时候，他还好好的。你在质疑本座？店主息怒，周青宁不敢。只是小陈的行为虽然反常，但他的确是一个活人，不是死人。那你尽可进去查看便是。本座就在外面等你的答案。小陈，你怎么躺在沙发上呀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掀开被子，让姐姐看看你好吗？小陈，你是生病了吗？我给你请凌城最好的医生，一定可以治好的。啊！小陈，
转过身来看看我，我是姐姐。花江，你也花江了？难道这就是我周家的报应吗？你中了尸毒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如果你早点说，也许我还可以救你的。我可是你的亲姐姐，难道你还要六亲不认？你还要杀了我吗？若华江之人还有一丝人性，周其道也不会被周九幽咬伤，而他也不会被周其道咬伤了。周家3代人共赴黄泉，虽说百年福泽不在，但也能荡平此后所有的无妄之灾了。求长生店主救救小人，救我周家！送他上路，便是对你们周家最大的救赎了。小陈，周家曾犯下弥天大错，如今以至于3人殒命，或是至此方休吧。这是爷爷的玉佩。此玉环乃本座所赐，如今留给你。虽说周家早已不再侍奉长生殿，但若来日周家有难，你仍可凭此玉环来长生殿寻求解难之法，长生殿不会坐视不管的。青宁，叩谢店主大恩。人间3葬事已了，该回去了。我不是贼，我没有偷，我不是贼，我没偷啊！你一个臭乞丐，进了我们魏家的大门，除了偷还能干什么呀？你把你爹叫出来，你亲口问问他，谁才是真正的贼？是他偷了我的宅子，挂上你们魏家的名字。你说我这个宅子是我的呀？老袁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当年你卖宅子，我爹可是给了你真金白银从你手里买下来的，已经20年了，还不认账？骗子，都是骗子！我这个宅子买100根金条，你爹当时欺负我是瞎子，给了我一堆假金子，你们才是名副其实的贼！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当年可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们一手交金子，你一手交房子，你可是签了字摁了手印的，想赖账啊？是你们把我打晕了，摁着我的手，签的字画的押啊！你们就是败类！金子挥霍完了就来我们魏家耍无赖是吗？真当我们魏家是吃素的呀？再不滚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2条腿？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呐！啊！如果我袁守道2眼没瞎，如果我袁守道还在长生殿，你们敢这么对我吗？袁守道，是他。什么？长生殿？长生殿就是一个虚渺的传说，你想吓唬我呀？那也请你编一个可信度高一点，好吗？长生殿不是传说，只是你这种卑鄙小人没有资格一见。哦，我没资格，我是小人，那你一个乞丐瞎子算什么？
像你这种人，如果都能进长生殿的话，那你们长生殿不如改名叫什么乞丐帮吧？你的所谓的长生殿殿主，就是你们乞丐帮的帮主。我袁守道，半生侍奉长生殿，一日为殿主之仆，一世为殿主之仆。你可以骂我，可以打我，甚至杀了我，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们长生殿主。你是狗吗？对你们长生殿这么忠心，那你为什么还能当了20年的叫花子，而且还是一个瞎了眼的叫花子？你的所谓的长生镇殿主呢？他怎么不来看看你？要不是我坏了长生殿的规矩，我怎么会落得双目失明的下场？那你的这双眼睛，不会就是你们长生殿殿主挖的吧？是我有错在先，是我坏了长生殿的规矩，殿主留我一命，只是封了我的双目，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殿主的大恩大德。袁守道受20年磨难，倒是真的守出了一番正道。老袁，你不仅是个瞎子，还他妈是个疯子！你现在做梦都在念叨你的那个所谓的长生殿殿主，你不烦，我都听烦了。去，把他舌头割了丢出去，我要让他这辈子都再说不出那3个字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天地虽宽，不润无根之木；拳头再硬，莫欺瞎眼之人。我保了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此人我保了，放了他吧。你保了？凭什么你保了我就要放人啊？他是个贼，他偷了我们魏家的东西，我就要在他身上找回来。你要割他的舌头，无异于要他的性命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行窃又不是多大的罪行，何至于要人性命？王眉头，这位先生，我谢谢你的好心好意，这魏家人那就不是个东西，你别管我，赶快走，你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。我既要保你，就自有我的办法，你等着便是。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为这个老瞎子出头，跟我魏家作对啊！我从不为任何人出头，但这天下之大，自有规矩，你们越了界，我可不能不管呀。规矩？在我眼里，我们魏家的规矩才是规矩。你想管他呀？可以，来让我听听，你想怎么管啊？你既然说他偷了你家的东西，偷了什么？这世间万物都各有其价值，值多少钱，我赔给你。我没偷，我不是贼，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宅子。要说赔，是他们魏家应该赔给我。看来你很有钱呀，不过可惜我不要钱。爷今天就想要他一条舌头，你替他给啊？好，我给。你听清楚了，我说我要他的一条舌头，你确定要替他给？这位先生，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魏家人心狠手辣，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！你快走吧，就当刚才的话没说过。这世间巧言令色、背信弃义之徒太多，这般无耻之舌，今日正好斩断几条，以正这乾坤清明之风。这位先生说话的语气怎么这么耳熟？难道是店主？不会的，一定是我听错了，只是声音像店主而已。店主闭关100年，怎么会来到云城呢？更何况我曾是长生殿的罪人，店主又怎么会保我呢？既然你强行要替这老瞎子出头，今天魏爷我亲手割了你的舌头。蝼蚁一须知天高，凡尘众生当存半分敬畏。今日我便割此3寸之舌，换你魏氏一族半分敬畏。
现在一个只晓着半分敬畏，一分天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魏家恶贼也有今天。先生大恩，老瞎子无以为报，请受我一拜。袁守道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袁守道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老瞎子看不见你的模样，这位先生，我们认识？认识。在你这双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。我孤苦20年，亲朋见我如见瘟疫，唯恐避之不及。唯独你，可以跟我说一番认识的话。冒昧的问一句，敢问您可是长生殿的人？长生殿？你为何觉得我会是长生殿之人呢？因为只有长生殿的人无私无畏，要是普通人，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敢冒着被魏家报复的风险来救我呀。路见不平，仗义相助，为正气，为善行。救人的理由有很多种，即便不是长生殿的人，也会出手的。不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我感到你的身上有一股仙道之气，就像什么？就像我敬畏了一辈子的那个人。这世间之人不过就是一副副皮囊，没有任何区别，包括你敬畏的那个人。先生，你可认得他吗？你已不是长生殿的人，却为何还留着长生殿的姓？一日为长生殿之仆，一世为长生殿之仆，忠义之心，老瞎子一辈子不敢忘啊！老仆袁守道拜见长生殿主。当年是我将你逐出长生殿的，你才落得如今的地步。你不该拜我，你应该恨我。不，当初都是我自作自受，我仗着长生殿的声名，横行乡里，欺人作恶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殿主只是废我双目，将我逐出长生殿，为要我的性命。老仆一生感恩殿主的大恩大德，岂敢怨恨呐！长生殿的人向来如此，你说的我都信。可见你这流浪半生，倒是被你悟出了真道啊！唉，人生多有命，苍天饶过谁呀？今日所受之罪，皆是过往的罪恶报应啊！唉，我的一生快走到头了，岂敢奢望殿主的原谅？我今日能再见殿主一面，死而无憾啦！用半生艰苦来赎罪，也算是没有辱没长生殿的风骨了。罢了，先让我看看你这半生的善恶因果吧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些年我没在长生殿，但是我的事事件件都记在长生簿里。长生殿没有忘了我袁守道啊！云城大运24年，袁守道行山路，救下染病货郎，乞丐之身，救人一命，却分文不取。唉，那些
些都是小事儿。云城大运26年，天降大雨，连绵10日，洪水冲塌房屋100间，落水者数百人。袁守道以轻微水性救人80有3，瞎子救人倒也难为了。那时候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着多救几个人，才对得起这一辈子来过一次长生殿。云城大运33年，袁守道起100钱于清明时节，散舟100碗救济灾民。同年腊月，又典当其棉袄，葬了冻僵的乞丐。这10年来，未尝有一件恶行败报，看来长生殿对你的惩罚也该消了。什么？店主这是原谅我，让我再进长生殿了吗？不，长生殿从不收逐出之人，但本座可以向你保证，长生殿可保你在云城之中安享晚年，100年之后，轮回殿中必将有你一席灵位。轮回殿？哎呀，死后能进轮回殿，我这前半生所遭受的灾难全都值了。大运47年，为茶楼说书人善写古本，为商队指认劫匪陷阱。大运49年，课堂外清扫积雨青台，疫灾之时，焚香掩埋，皆向腐属。哎呀，没想到这点小事都被长生殿记得一清二楚。凡人善举揭露天道，市井琐碎才为真章。向善之人岂能久居黑暗？当年拿走你的光明是为罚，如今罚消，你也可以重见光明了。3000因果线，10万功德光。开！我能看见了！哎呀，我瞎了半辈子，我的眼睛又能看见了。古言云，老有所依，可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谈何所依？既然他们从你手中抢走了这座宅子，那我便帮你夺回来。店主能让我恢复光明，死后入轮回，已经是天恩了。至于这宅子，那都是人间小事，不敢劳烦店主。魏家若不给，我便不要了。这座宅子乃是你当初入长生殿之时，长生殿为你安置。元首道可以不要，但长生殿不能不要。魏氏无德，无德之人不配染指我长生殿的宅子。你且在此等候，不消1个时辰，这座宅子又姓袁了。就是他割了你的舌头。这位先生文质彬彬，却对我儿子用如此恶毒的手段，使我魏家与你往日有仇。无仇，那就是近日有怨。无怨。哼，没有仇没有怨，你固然跑到我魏家大门前，把我儿子的舌头弄断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魏家主，门外的袁守道想必你不陌生吧？这所宅子如何跟了你的姓，想必你心里也是一清二楚。我今日来不为别的，只为一事，让这所宅子物归原主。让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位先生文质彬彬，乃知而不善，他的手段绝非常人可比，难不成是云游四方的高人？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却也是你这般寻常人家高不可攀的身份。当然，我也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非比寻常的手段。
只是见不得这世间的不公，想出手讨个公平罢了。你是绝非寻常的人物，可也不是谁都能来我魏家踩上一脚的。你要来我魏家讨公平，我若是不给呢？那令公子受的惩罚，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掉个舌头了。我今天来只为公平二字。若魏家主还是要一意孤行的话，魏公子身上要是再缺了什么，可就是咎由自取了。你要公平，我要的也是公平。你要跟我谈这所宅子姓什么，我跟你谈，但前提是你要把我儿子的舌头还给他，这才叫公平。只要魏家主有退让之意，我能让魏公子的舌头消失，自然也能让他的舌头安然无恙地长出来。我只听说过舌头能被割掉的，还从未听说割掉的舌头还能长出来。我不信你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众生如尘，飘摇天地。你眼中所见不过方寸，所知之事不过浮哀。天外尚有九天，人外也未必只是凡人。你又怎知我做不到呢？好，那你把我儿子的舌头给接上，若接得上，这宅子姓魏还是姓袁，才有得谈。有得必有失。在接上魏公子的舌头之后，这魏家就要失去他的宅子了。因果相长，灵台复生。出！舌头，我的舌头，我的舌头回来了，爹！能让断舌复生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能有这样手段的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魏家主，该兑现诺言了。这所宅子，你该拱手相让。这20年，不仅这所宅子，你们占了20年，这租金也得有100金吧？100金？你这不是跟我谈这所宅子该跟谁的姓？你这是要我魏家去死呀！爹，他欺人太甚，要不咱们上报城主吧？这云城是我们豪门世家的云城，城主绝对不会让一个外人在云城作威作福的。你们强占民宅，又何尝不是作威作福？你们让一个瞎子流浪20年，自生自灭，又何尝不是让他去死呢？这点小事我还不想惊动城主大驾。这样吧，你我各让一步，我魏家腾出一处宅子给袁守道，让他安度晚年，而你就此离开我魏家，如何？魏家主，你这不是让步，是施舍呀。而我没有要了你魏家上下所有人的性命，已然是做出最大的让步了。还想要了我魏家人的命？真当我魏家怕了你不成？你不是要替那老乞丐出头要回这宅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就算这宅子我毁了，也绝不会成全你。好，言而无信者，必将被无信所反噬。魏无疆，你可曾记得我说过，有得必有失？而你现在言而无信的代价，这报应最终会落到魏公子的身上。你再敢动我儿子一下，我定举魏氏全族之力将你就地正法。正法？肉体凡胎，你有资格谈正法？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爹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救我呀！救我呀！大
杀了我儿子的眼睛，你怎么敢？怎么敢？元首道：“瞎眼半生已赎往日罪过，也就让魏公子后半生伴着黑暗，来替你们魏家还这20年来造的孽吧。”爹，不就是宅子吗？咱们给他呀！相比于宅子来说，我的眼睛更重要啊！看来魏公子已经识时务知大局了。难道魏家主还要冥顽不灵，一心求死吗？我只给你1刻钟的时间考虑，不给，瞎眼的可就是魏家主你了。姐，若是我把宅子交出来，那我儿子的眼睛能不能复明？魏家主，你认为你现在还有跟我谈判的余地吗？魏公子的双眼能不能复明，可全在魏家主的一念之间了。爹，他的手段我领略过了，咱们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一时风平浪静，先保住我的眼睛再说。这宅子咱不要了。罢了，我给。不过这宅子我已委托商行拍卖了，下个月买主就要来收房子。我这个月就能腾地方搬出去。不过，等真正的买主来了，你惹得起吗？哦，难不成这云城之中还有我得罪不起的大人物？当然，这云城卧虎藏龙，单是看上我魏家这处宅子要出资购买的3处顶级豪门，知道都是谁吗？这云城诸多世家之中，能称得上顶级豪门的，也无外乎郑家、周家和沈家了。没错，就是沈家老爷子、郑家老爷子、周家老爷子。可据我所知，这3个老头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沈周郑3家竞价，最终是郑家价高者得。虽说郑望宽老爷子已经不在了，但买卖合同已经签了。下个月郑家的后人就要来收这个房子。你卖的是魏家的房子，这个房子姓袁，如果郑家找你收房子，你只能再找一处姓魏的宅子。你少在这儿胡搅蛮缠，郑家看中的就是这处宅子，你想硬抢，或许我魏家势单力薄，确实拿你不能怎么样，但你知道郑家的后台是谁吗？郑家还有后台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郑家的后台据说是一位可以来往人神灵3界的大修士，他一句话就可以召唤天地，连明君都要听他的命令。这样的大人物，你惹得起吗？哪有什么大修士啊？那个大人物不过是一个送葬100万年的送葬人罢了。炸死！你没把我魏家放在眼里，我忍了。但居然也没把郑家和那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也不放在眼里。别说夺回这处宅子，能不能活过明天，你都不一定。能活几天是我的事，而你眼下的事是把这所宅子的地契交出。晚了。从这所宅子被郑家买下那天起，地契就已经到了人家郑家手里。想要地契，你就豁出命去找郑家要去吧。郑家，郑秀明，他有什么资格让我亲自登门？纵然是我现在要拿到地契，也应该是他到此处，双手奉上。什么？郑大小姐现在可是郑家家主，身份何等尊贵，你竟然想让郑大小姐亲自上门给你来送地契，狂妄！我现在就派人去郑家，等着吧，郑大小姐会亲自带着人来念你。有意思，我倒是挺期待看到他在我的面前
替你出头是个什么样子。爹，不行啊！郑家主刚刚过世，郑大小姐说过了，她要守灵3月，闭门不出。现在恐怕请不到她来咱们家呀。对啊，若是一时冒昧惹怒了郑大小姐，怕是惹上了了不得的祸事啊！不就是想要那个郑秀宁到此处吗？很简单，尽管派人去请，就说是我让他来的。你？那郑大小姐凭什么听你的？你带着此物去郑家，郑秀宁见到之后，自然就知道他凭什么要过来了。而你们在那一刻，也将知道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人到底是谁。